这次讲墨子。墨子本名叫墨翟，在世的时间大概是从前480年到前420年，比孔子小70岁左右。墨子早年是学儒家的，后来他觉得儒家其理繁扰而不悦，厚葬弥财而贫民，久服伤生而害世。墨子认为儒家的礼节繁琐而让人心情很差，厚葬死人耗费钱财而使百姓贫困，服丧太久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。墨子不赞成儒家的社会主张，就自立门派了。下面看一下墨子的哲学要点。对于整体的存在这块，墨子有关于天的一些理论，包括天志、明鬼和非命。然后政治哲学有兼爱非攻、上贤上同、节用节葬非乐。先说关于天的理论。第一个，天志。天志就是天的意志。墨子认为有一个有意志的天在干预着这个世界。子墨子言曰：我有天志，譬若伦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。伦匠执其规矩，以度天下之方圆。曰：众者是也，不众者非也。墨子说，我有了上天的意志，就好像制车轮的有了圆规，木匠有了方尺。伦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规和尺来量度天下的方和圆，说符合二者的就是对的，不符合的就是错的。天志是最高权威，是一切是非对错的标准。墨子认为自己掌握了天的意志，通过天志自己就能判断天下的是非对错。墨子提出天志这个最高权威，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统治者。今天下之士君子，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，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。天下的君子们呢，一般都容易认识到天子之正天下，就是天下人都得听天子的，却不易认识到天子也受到天志的规范。是故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，曰：天子有善，天能赏之；天子有过，天能罚之。所以古代的圣人明白地将此道理告诉人们，说如果天子顺从天志，上天就奖赏他；如果天子违背天志，上天就要惩罚他。天志是天的意志，天的意志具体的包含哪些内容呢？咱们往下介绍的墨子的其他观点都是天志的内容。墨子就是把自己的个人意志说成是天的意志，把自己的个人意见说成是永恒真理。这个是思想家们普遍的一个思路。比如孔子的天命，天命的内容就包含仁和礼。其实仁和礼是孔子自己的主张，但孔子就把他们说成是天的命令。老子讲的天道，天道的内容主要就是自然无为。其实自然无为也是老子自己的主张，但老子把它说成是天的道理，都是这么个思路。那墨子的天志都包含哪些内容呢？首先是明鬼。明鬼就是要大家明白鬼神的存在。古之今之为鬼，非他也。有天鬼神，亦有山水鬼神者，亦有人死而为鬼者。古往今来所说的鬼神没有别的，只是如下几种：有天上的鬼神，也有山水的鬼神，也有人死后所变成的鬼。鬼神是无所不知的。山林深谷，鬼神之名必知之。不要以为在山林之中、深谷之内就可以为非作歹，鬼神之名一定能知晓的。鬼神的能力是超越一切常人的。勇力强武，坚甲利兵，鬼神之罚必胜之。勇猛顽强，坚甲利兵，鬼神的惩罚也必能战胜他。墨子为什么要肯定鬼神的存在呢？因为鬼神能够协助上天对人间，主要是天子进行管理。鬼神之所赏，无小必赏之；鬼神之所罚，无大必罚之。鬼神所应赏赐的，不论地位多么卑贱，也必定要赏赐他；鬼神所要惩罚的，不论地位多么尊崇，也必定要惩罚他。比如夏王桀、商王纣，周朝的厉王和幽王，只要他们暴虐百姓，鬼神就来惩罚他们，谁也跑不掉。
墨子是希望借鬼神来约束统治者。然后非命，先说什么是非命。非命就是人的命运非是天注定，乃是人自身行为的结果。墨子提倡非命，坚决反对命定论。他认为人民的贫富、国家的治乱都决定于利而不决定于命。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；强必暖，不强必寒。你的贫富暖寒和天命无关，只和你自己的强弱有关。有能力者才能富，才能暖。事不愚而民不义，环境还是这样的环境，人民还是这样的人民。上变政而民改俗，上头政策变了，下头就跟着改变风俗。存乎桀纣而天下乱，存乎汤武而天下治。由坏人统治，天下就大乱；由好人统治，天下就大治。则夫岂可谓有命哉？怎么可以说有天命呢？墨子不承认有天命，尤其反对儒家的命定论。孔子认为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人的贫穷富贵，一生的遭遇都是生来如此，由命决定。墨子批判这种命定论说：我所以知命之有与无，我们怎么知道天命是有还是没有呢？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。如果我在经验中能看到或听到命的具体表现，我就认为它有。莫之闻莫之见谓之无。如果看不到听不到，我就不认为它有。经验中肯定看不到也听不到啊，所以墨子认为天命是没有的。儒家承认有先天的宿命，却又提倡后天的努力。墨子认为儒家这俩观点是不能协调的。教人学而知有命，是由命人保而去其官也。肯定先天的命运，而又叫人学习努力，这就好像叫人把头发包起来，然后又不让他戴帽子一样。古代人只要戴帽子，必要先包头发的。现在你既不戴帽子，还要包头发，你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如果命运是定数，那你是贫穷还是富贵，都是老天决定的，跟你自己的努力没什么关系，那就不需要提倡后天的努力。如果提倡后天的努力，就不可以承认命定论，这俩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。所以儒家的观点是不协调的。墨子关于天的3个主题，天志、民鬼、非命就说完了。下面看墨子的政治哲学。墨子跟孔子、老子一样，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为什么这么动荡，如何才能不打仗的问题。墨子首先提出了一个兼爱。什么是兼爱？所谓兼爱，就是人人爱我，我爱人人。墨子认为，天下兼相爱则治，交相恶则乱。人们如果互相兼爱，天下就太平；如果互相仇视掠夺，天下就动乱。所以墨子提倡大家应该兼相爱，交相利，兼爱彼此，互相的对彼此有利，我帮你，你帮我，这就是墨子的兼爱思想。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作为基础的，也是以交相利作为具体内容的。只有有力者急以助人，有才者免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。有力气的人用力量帮助别人，有财富的人把财物分送给别人，有德行的人用道义来劝导别人。只有做到了这些交相利，才能真正实现兼爱的原则。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必从而利之。我爱别人，别人也必爱我；我帮助别人，别人必会帮助我。人人相爱相利，社会上相互残杀争夺的现象就自然消灭，也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大治局面。墨子反对儒家的仁义。墨子将他的兼爱也称为仁义。兼济仁义，义矣。兼爱就是仁和义。但墨子的仁义跟孔子的仁义是不一样的。孔子的仁义注重的是内心的东西，忠恕啊、孝悌啊这些。墨子的仁义更注重外在的效果，是以实际帮助别人作为具体内容的。所以墨子说：“窥夺民衣食之财，仁者夫为也。”
亏欠抢夺百姓的衣食之财，这个不叫仁。你给予百姓衣和食，那个才叫仁。而义可以利人，故曰义，天下之良宝也。义是什么？义是能够帮助别人，这才叫义。这个是天下的好宝贝。一切的仁义都要以行动为准则，不要跟我说什么内心的道德准则什么的，那都是虚的。墨子认为儒家的人就只会玩虚的。今天下之君子之明仁也，虽与汤无以异之。现在天下的君子们，就是儒家那些人，一谈论起仁义来，头头是道的，连上古时候的圣人禹和汤都说不过他们。兼人与不仁，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，不能知也。但拿一件具体的事情让他去判断仁还是不仁，这些人就不懂如何判断了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仁。这些人就是嘴上厉害，在现实中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茫然了。兼爱的内容比较多，先休息一下，下次课继续讲兼爱。